你们一个两个跟我说清楚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全荷兰村的人都知道了，你不知道啊？知道什么？今天早上我去巴沙，每个人都在提起你诺文哥和杨大哥之间的事。他们还说是你利用了熊哥来照顾我们，自己跑去韩国的。然后你和瑞文哥救情妇了，一脚踢开熊哥。还有啊，杨大哥一时受不了打击，就借酒消愁，结果跑到书豪的 7-Eleven， 抱着书豪痛哭了。是啊，这件事昨天荷兰村一半的人都看见了。怪不得今天早上全荷兰村的人都来跟我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原来是这样，这死太监啊，这么乱说话的啊！我什么时候利用他？我什么时候一脚踢开他？我不会给人家冤枉的，我给他问个清楚。杨大哥会不会想不开就？嘘，不会啦。哎，很难说的，像他这种脆弱男人啊，什么事都做得出啊。怎么样？我去找他。你知不知道我们酒楼的口碑很重要的？你也知道我对品质要求很高的，这种货色你也敢进？品质这么差的材料煮出来的食物会好吃吗？要是时刻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这样传开去，我们的招牌就被你砸了。老板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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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警告你啊，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，我就等一下再来对付你。喂，大哥，杨哲，什么事啊？你可不可以快点来上海一趟？为什么？是酒楼的事。酒楼有什么事啊？那些负责人说非见你不可。你代表我跟他们谈不就行了吗？可是他们说非你免谈。这样啊？哎，哦，我现在有事，待会儿再给你电话啊。哎，小婉，你找我有事啊？啊？有话跟你说啊，出来一下。哎，小婉，你要不要吃点心啊？我问你，你谈一个大男人，为什么要在那么多人面前哭？谁哭？你咯。全荷兰村的人都看到你跟阿豪两个人在 7-Eleven 前面抱头痛哭啊！神经病啊！我为什么要抱着他哭？我只不过找他聊天而已吗？那就是说他们都在说谎话啦。我怎么知道人在说什么？如果你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话，你就敢承认，敢做敢当啊！我什么都没做，你要我承认什么？那你为什么要到处去跟人家说我在利用你？说我跟方诺文旧情复燃之后，就一脚把你踢开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说会破坏我的名誉的？我发誓，我真的没有这样说过。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小气的男人呢。我只不过是说了你2句而已嘛，你为什么要好像八婆这样到处去跟人家讲？我跟你说没有，你又不信，你一进来就指着我骂，那你要我怎么说？你说啊。好，你现在不承认是吗？那你什么都不用说，以后啊我也不想再见到你，你最好不要再来找我啊。小。谢谢你哈。多给了2块。什么？哦好，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拜拜。哎，没有搞错啊，你今天都会找错啊？我昨晚睡不够，精神不好，可以吗？你想女人啊？哎，哼，乱讲话，活该呀你！哎呀，熊哥啊，我是开门做生意的，你一来我的店就哀的，会把我的顾客吓跑的。哎呀，哎呦，又来！气死我了！我被人冤枉了。哎，冤枉是找包公了，冤枉。对呀，这件事情哦，找包公来都理不清啊。什么事啊？你知道吗？王莽跑来跟我发脾气嘞。他说在全荷兰村的人哦都在传，说我说他跟范医生的坏话。你说气不气人？这小伙不理我了。我会讲嘞，这么讲嘛？要是让我叫谁传了，我就撕烂他嘴，撕烂他嘴。对，你撕不烂的话，我帮你撕烂他。这个人讲话怎么那么没有口德，那么缺德啊？就是咯，你也知道我多爱小婉的吗？就算我知道小婉多辛苦，我也不会一哭2闹3上吊这气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气死我！喂，哎呀，什么事？快点说，不要烦我好不好？哎，可怜了。我都不是这么讲的，怎么越传越离谱？喂，哎，
你们知道吗？巴萨里那些小贩啊，每个人都在说啊，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说那个什么杨雄啊，到处哭，说婉婉抛弃了他。知道了。对呀、你们都知道啊？哇，那杨雄啊，太不对了。婉婉选择了方医生啊，他就说婉婉不对。方医生啊，怎么会对他横刀夺爱呢？他实在太过分了。姐姐，我拿水给你喝。老实说啊，方医生的条件那么好，如果我是婉婉的话，我也一定会选他的。不要再说了。什么不要再说？我说的是真话啊！不要说了。喂，那个方医生啊，比起那个阴阳怪气的杨雄文，好上几百倍呀！对，来喝水，喝水，喝水。男人最重要是像个男人，难怪婉婉看不上他。说什么哈？你说清楚一点啊！是不是在外面胡说八道？说。我约了人啊，我出去一下，我先走了。你别走！慢点！哎，小姐，哎，女人是这样的，没有经过大脑讲话的，对哈？对，是啊。你不要以为他是你啊，这样我就不敢撕了他嘴啊！哎，小哥，我代我直接向你道歉哈。哎，喝水哈。气都气饱了还喝水？喂，小哥。还是你对我最好，肯听我说话，又不怀疑我。那你告诉我，我到底哪里不好？如果我没有不好，为什么小婉不选我？你看她生病的时候，我煮药给她吃；她不开心的时候，我逗她笑；她去韩国的时候，我帮她照顾家里。我为她做了这么多事，为什么她就不感动？难道我真的比不上那方医生吗？我就不信我输给那个方医生，我一定会 fight to the end。杨雄叔叔，已经时间不早了，你不再去做饭就会 fight 输的。哎呀，我的猪脚！哎呀，玲玲阿姨，所以你的功课做完了吗？哦，二姐你回来了。哎，玲玲你回来啦！哎，你还做饭啊？燕燕，每当要开饭的时候，你准会醒来，我真的好佩服你了。你等一下，等大姐回来的时候就可以开饭了 ，OK？ OK。哎，他怎么会来的？他不是哭得要生要死吗？怎么还敢来？还没死啊？所以，熊哥几时来的？他下午就来了，和以前一样，说了好多话，还说什么不会输给方医生。哦，一定是受了刺激发疯了。那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啊？难道赶他走啊？反正有免费的大餐吃，吃了再说吧。哎，啊，姐，婉婉阿姨，大姐，小婉，你回来啦，有你喜欢的猪脚。你又来我家做什么？小婉，我不是叫你以后不要再来烦我的吗？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没有说你的坏话，也没有说方医生的坏话。麻烦你以后不要再来我家煮这些东西了哈。今天我来是有件事情要告诉你，我不想听。你就给我5分钟好不好？你进来一下。哇，那都要进去厨房谈判了，搞不好啊，这是他最后一顿晚餐。不要乱说话了。你要说什么？小婉，在你说之前呢，我先劝你，如果你要说那些肉麻的话，那我劝你什么都不要说哈。我是要告诉你，等一下，喂，刚刚回来啊，还没有了。你呢？你也还没事啊？对了，今天真的很累啊。好，你说吧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明天我就要到上海公干了，可能会待一段日子。我只希望明天在我临走之前，你可以陪我吃一顿早餐。OK 咯。在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啊。好，我会的。小婉，拜拜。我会的。小婉，拜拜。说什么？刚才我说的话你都没听见啊？
你说什么？没有啦，我不是告诉过你我不想听吗？我也不想再见到你，你最好啊，以后不要再来我家烦我了。小婉，愁眉苦脸，苦恼。可以吃饭了。玲玲啊，这是你喜欢吃的炸鸡，爷爷，你喜欢吃的炸虾。zoe过来，今天我煮了你喜欢吃的鱼片炒菜。谢谢。那你们喜欢吃的菜色我已经写下来了。那以后如果你们想吃的话，就照着我留下来的食谱照做啊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啊。来，趁热吃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啊，你不吃啦？不了，我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杨雄叔叔，熊哥，大姐这样对熊哥，会不会太过分了一点？怎么会过分呢？换成是我啊，我会直截了当，让他死了那条心啊。可是他留下了食谱，意思就是说以后他不来了。都是说以后会想吃炸虾自己动手啊。太麻烦了吧？哎，鲍伯克，谢谢。左一啊，起来啦！喂，起来啦，快点起来！你再不起来啊，校车不等你啦！起来啦，去洗把脸就精神啦！快点，洗了脸吃早餐啦！哎，叶阿姨呢？我不知道。那个人是谁？朋友咯。什么朋友？哎呀，大姐，你不要问那么多啦。哎呦，早餐饿死了。只是关心你而已嘛。你放心好了，我是不会让人家占我的便宜的。天想怎么办？关天祥什么事？他对你很好吗？对我很好，我就一定要嫁给他。你也知道啦，我理想中的男人啊，起码要有3个 A。天祥啊，连 C 都没有啊。你不要整天开口闭口 A 好不好？你现在是在选老公哎。啊，是我在选老公啊，我要怎么选呢？是我的事，你不要管啊。有多 A 的男人呢，也未必就是好男人。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生活在现代社会里呢，3个 A 的男人才是保障。你啊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的想法不同，再说下去呢也没意思的。而且呢，你有方医生，难道我就不能找3个 A 的男人吗？念呢？好累啊，我回房休息了。Good night。喂。陈校长看了你设计的校服式样，非常满意，一直称赞你呢。希望我店里的服装顾客也都能满意就好了。对了，你的儿童服装店应该筹备得7七8八了嘛？差不多了。什么？不合胃口啊？想到早上的事情我就担心了。什么事啊？燕哦，他昨天整个晚上没有回家，刚才我看到一个男人送他回来啊。
你还是把燕燕当小孩子。他现在在 pub 做工啊，那个地方那么复杂，都不知道会碰到怎么样的人。燕燕不是晶晶，她不会轻易上人家的当，她不骗你。对了，你这么聪明啊，不骗人已经很好，怎么还会被人家骗呢？就是这样，我才担心他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很多事情是担心不来的，他已经不是小孩子，他应该为自己负责任，你也不必为他太担心了。不过老实说，我是真的希望他能够接受天祥，可以安安分分的过下半辈子。可是你看他这个人，整天只是想找多 A 的男人。每个人对感情和择偶都有不同的要求，你不能要求燕燕按照你的意思去做啊。我知道感情的事情是不能勉强的，但是你知道燕燕脾气又倔强又好胜，这样才容易出错啊。那就让他再去碰壁，碰多了，他自然会面对现实，面对错误。他已经犯了很大的错误，不能再错了。他不会轻易的改变，也不会听你的劝告。你认为你能做些什么才能帮得到他呢？既然什么都做不到，就不要去想他，不要让自己难过心烦。怎么不听啊？下去，我家再打回。小婉，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有什么比我离开重要？难道你连一句话都不想跟我说吗？那小婉，我走啦。那我跟你讲，你要买家私呢，来这里就对啦。喂，我的家具已经够了，不用买了啦。哎，你那天不是刚刚买一台电脑吗？电脑桌你还没有买，对不对？这里的电脑桌很多了，我带你去看看啊。哎，书豪。哎，喂，玲玲。哦，他在那里，你自己去找他吧。好 ，OK。哎，这里的电脑桌真的很多的，你慢慢看啊。先生，这里请。玲玲，恭喜你！许什么？好消息来的吗？你干嘛躲起来？安静。哎，玲玲。素豪，你来的正好，快点恭喜玲玲。什么事要恭喜她？她升级了，现在是我们的senior supervisor。哎，玲玲，恭喜你了。谢谢你。哎，你又来干什么？买 cushion 啊？啊，没有啦，我是带朋友来买家具的。哎，书豪。哎，玲玲，我来跟你介绍，他叫麦哥，他叫玲玲。Hello， 你好。你好。你要什么电脑桌？你跟玲玲讲，她今天刚刚升职啊，现在是senior supervisor啦，她会跟你介绍的啊。我已经选好了。这么快啊？哦，这位小姐介绍过了。哎呀，我就是要玲玲帮你介绍，你怎么那么快就买了？阿豪啊，都一样啦。麦哥，谢谢你的光顾。哎，不客气。书豪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走了，你都买了。哎，玲玲。啊。今天你升职，我想请你吃饭庆祝一下。不用啦，走了，玲玲给豪哥面子。是啊，都午餐时间了，赏脸吧啊。走啦，听者有份哦。好，那听者有份，大家一起去。谢谢。走吧，玲玲，一起去。其实这个不是最好笑的，最好笑的是有一次有一个 customer 问我，他跟我讲说，哎，我要 lucky 咯。我说奇怪，为什么他突然间跟我讲他要 lucky 咯？后来我问清楚了，才知道原来 lucky 咯啊，就是他要 lucky draw。哎呀，你这会说瞎话，陪你吃饭真开心。没关系的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我每天都可以陪你们吃饭的。啊，你还要天天来啊？
娟嫂，我们先走。你们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买东西。哦，那我跟你们一起去。玲玲啊，你先别走，我有东西要问你。那你们慢慢谈，我们先走。好啊，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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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玲玲啊，其实我是真的有东西要问你的。什么事？哦，婉婉大姐的儿童服装店就要开幕了，那我想送一些东西给她，跟她道贺一下。不知道她的店缺少什么，我可以送。我不知道大姐需要什么，你自己拿主意喽。我就是拿不定主意才找你的。送礼只是一种心意，不然就送花篮好了。送花篮，送花篮摆不到几天就要丢掉了，更何况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我想送一些比较有心思的。玲玲啊，你说送时钟给他怎么样？哎呀，送钟很难听哦，不然送一幅画了，他可以挂在墙上。我们送花瓶给他也可以，他喜欢的时候可以插花嘛，你说对不对？随你啦，你喜欢送什么就送什么喽。哎呀，玲玲你怎么样了哈？哎呀，你不要碰我！哎呀，你站起来再说吧。来来来，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啊？哎呀，我可以走啦。玲玲，你不要再逞强了，还是让我背你吧。不用啦。哎呀，来吧，还可以走吗？来吧，啊，来。到了，来来，我帮你开门啊。不用啦，你放我下来。哎呀，没关系的，啊，你的锁匙在背上，来，我拿。我说不用哦，我自己可以开。哎呀，才几步而已啊。放我下来。哦，那你小心啊。嗯。小心，小心。那你好好休息啊，我走了。喂。啊？我的药。谢谢你。唉，真的这样绝情，请我喝一杯水不可以？唉，我数到5，他没有开门我才走。1、2、3，3个半，4，真的这样绝情啊！4又3/4，我给他5了，走。好。玲玲，谢谢你，拜拜。我就知道他没有理由这么无情的，不可能不请我喝水的。这是我从云南带回来的手信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喜欢，当然喜欢啦！谢谢你啊，你真好啊，还特地送到店里面来给我。哎，只是顺便而已，我刚好在附近拍外景，就拿来给你了。哎，你要继续支持我啊！当然，我一定支持你的。你是去云南旅行啊？不是，这次我去云南啊，是做节目拍外景，到时云南那些风土民情啊，将穿插在我的节目里面，到时你要记得收看哦。你的节目啊，我一定看的。哎呀，我真糊涂，一直跟你讲话，忘了问你要喝什么。不必客气了，反正我要走了嘛。不行，你一定要喝的绿茶啊。好，随便。那。好，谢谢，那我先走了。有空你一定要来哦，我请你喝茶。好，谢谢，我先走了。拜拜。Hello， 姐。哎，你今天心情怎么那么好啊？会咩？很好咩？哎呀，没什么啦。哇，手上拿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云南的香包，菜菜子送给我的。哇，你就好啦，人家出国还会买礼物给你哇。就是啊，人家多有我的心，出国也不会忘记买东西送给我。哇，你看你啊，开心到这个样子。哎，进去里面啊，搬几箱汽水出来。OK。
结算吧。啊，好的，谢谢光临，下次再来光顾。姐，有没有看到我一罐绿茶啊？绿茶，刚才顾客买了。那罐绿茶是我的。哎呀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没得喝，还有的看；没了水，还有个罐，有个罐做纪念，也算不错的啦。不打给他呢，又不知道他怎么想；打给他了，他不接电话我就惨。打也不对，不打也不对，那到底要不要打？什么要打不要打？喂，你今天有点怪怪嘞。刚才呢，因为绿茶呢愁眉苦脸，现在又要打不要打的。打了打了。喂。Joy 啊，玲玲阿姨在吗？找玲玲阿姨啊，你等一等。哦，谢谢你啊。喂，书豪叔叔，阿姨已经睡觉了。这么早啊？是啊。那没事了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啊，他不听我的电话，他逃避我了。以前呢，就若即若离，后来呢，就藕断丝连，现在音信渺茫了。哇，你很有墨水嘞，这么多成语。哇，你不要管我了，哇！啊！人家只是关心你嘛，这样也不可以。我回来了。干嘛回来啦？哎呀，老朋友聚会嘛。哎。哇，好香啊！好漂亮的香包啊！哎，不要动我的东西，没有洗手，等下弄脏我的香包哦。哇，不是啊，这么紧张，怕我弄脏啊，当宝贝啊。当然啦，蔡才子送我的。什么？他送的？他献什么殷勤啊？送你个香包？不是啦，人家去外国拍外景，就买个香包当手信送给我，很有心哦。有个屁！他不安好心，不怀好意。你干嘛这么讲呢？月平啊，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，他肯定有目的、有阴谋的。喂，你不要侮辱我的偶像，怀疑我的朋友啊！嗯，他什么时候变成你的朋友了？你帮他说话。给我，给我。不要拿。那有要素的，有个滚桃的这个。神经病啊！我不要跟你吵啊！看电视。蔡才子节目开始了，大声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常子豪介绍的《走遍神州》新节目单元里面呢，我要为您介绍的是云南。首先为您介绍的就是云南的香包。在云南送香包给异性朋友，就是表示有传情达意的意思。当你喜欢上一位异性，想让他知道你的心意，那么你就送他一个香包。送香包呢是表示爱意，如果能够亲自替对方戴上的话，那么你的意中人呢就会一辈子的跟着你。啊，我说中了，我说中了，你看我肯定说中了，他承认了，他有目的，有目的的。干嘛关我的电视？我看到他脸色想揍他，他抢我女人呢。神经病啊！人家什么都没有说到哎。什么没有说啊？他用电视节目向你示爱。你胡说啊！小气的要死啊，只会吃醋啊！我当然吃醋啊，有人抢我老婆了，我还想发火呢。你无理取闹啊！我无理取闹，这好，来，你姐姐说我无理取闹，你评评理。够了！为了一个香包，你要跟我发脾气？我回房间看呐。哎，阿豪，嘘。
哪去啦？我昨晚明明放在这的嘛，现在怎么会不见的呢？一回来就睡觉。哎呦，做了通宵的工作，不睡觉干什么？你起来啊，我有话要问你啊。是不是你拿走我的香包？哎，我没有拿，又不能吃，又要喂，我拿来干嘛？我整个早上都找不到啊！不是你拿是谁拿？难道香包自己会长脚跑掉啊？哎呀，不知道了。你不知道，你不高兴才只送我香包，所以故意收起来的。你起来呀！起来呀！哎呀，怎么老是不见东西都说我拿的？不是你拿是谁拿？我真的不知道了。来啦！阿豪，玲玲，我可以进来吗？1分钟，1分钟，1分钟就够了，1分钟。 1分钟。1分钟 ，Thank you。你家没人？坐啊。其实昨天晚上我有打电话给你，可是Joey说你已经睡了。哦，昨天晚上我很累，所以就早睡咯。啊，也好了也好，早睡早起身体好啊，难怪你精神今天这么好。啊。其实我有话要跟你说。那你说咯。你在笑什么？没什么没什么，我想。啊 ，Hello， 哦，燕燕呐，燕燕她不在，啊，哦，不如这样吧，你留下你的电话号码，我叫她打给你咯。好的 ，OK， 拜拜。你干什么？没什么没什么。刚才你不是说有话要说吗？玲玲，你不要动，你站着站着，你也不要看着我，看前面看前面，看前面，不要动啊！哎呀，我的汤！这个送给你。什么？什么来的？哎呀，我对这种香味很敏感的，你送给我干嘛？拿走了。断了断了，真的断了，难道真的要断绝来往？你在说什么？你不会明白的，你不会明白的。那你不说，我哪里会明白？我走了，拜拜。玲玲，我还有多一个要求。什么事？你可以多给我一罐绿茶吗？谢谢。
伤，拿点药酒推几下就没事了，你就一定要叫我来看医生，摸2下，照个 X 光就收100多块，这么贵。看专科当然贵啦。以后不要再带我来这种地方看医生啦。走了。哎，那不是燕燕吗？里面啊，谢谢。我们进去。不用了，你坐吧。不了，陪你进去。好吧。那个男人是谁呀？进去看妇科医生，不会是怀孕了吧？妈，你不要乱说啦。一个男人陪一个女人去看妇科，还会有什么事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燕燕不适合你，你就是不相信。现在亲眼看见了，啊，相信了吧？她可能不舒服嘛。你还这么死心眼啊？像燕燕这种女人，做过坏事，坐过牢，什么事情做不出来？说不定啊，她是进去堕胎。妈，知道你不喜欢听这种话，可是我说的都是实话。燕燕是漂亮，可是漂亮有什么用？脾气不好，人品不好，你还是早点死了这条心，找别的女人吧。我知道怎么做了。你知道怎么做，现在就不会被他搞到这样团团转。你是不是真的要等到他跟别人结了婚，你才肯死心？那种女人不会是个好老婆。妈，不要再说了，我们回家吧，慢慢走啊。你不要怪我多事。你们燕燕是不是要结婚了？啊？结婚？如果是的话，就早点告诉我们，好让我们天祥死了这条心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我没有听燕燕说她要结婚啊。你做大姐的也不知道。也许她要给你们一个惊喜，所以没告诉你们吧。真的吗？那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去看医生，看见燕燕和一个男人进去妇产科诊所。我想啊，燕燕是去做婚前健康检查吧。真是恭喜你们了。喂，你会不会看错人？我也许会看错，可是天祥也看见了，怎么会错呢？那个男人看起来和燕燕是挺相配的。老实说，燕燕找到一个好归宿，我也替她高兴。我们天祥不年轻了，不能再这样空等下去了。请问你燕燕走了没有啊？哦，她还在里面。谢谢你啊。不要客气。哎，燕燕，你怎么会来的？我是来接你下班的。我不是跟你说不用来接我了吗？我怕你吃灰，所以特地来接你下班的。你别担心，我自己会回去的。你在等人呐？是啊，什么事？燕燕呐，你是不是认识了？哎，怎么那么迟啊？对不起，忽然间有一点事情要办，所以耽搁了。哎，走吧。哎，大姐，你还没睡啊？我先回房休息了，你早点睡吧。等一下，你今天去哪里？我去上班啊。你身体不舒服吗？不会啊，我身体很好啊，怎么了？那你为什么去看妇产科医生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谁告诉你啊？你不要管谁告诉我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没有搞什么啊，我只是去看医生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你去看的是妇产科医生呢，你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？啊？你以为我去堕胎啊？女人去看妇产科是很平常的，你也不是去看吗？谁说女人去看妇产科就是怀孕就是要堕胎啊？谁那么没常识啊？我只是关心你呀。关心我？你想干涉我生活是不是？好，既然你想知道，我就告诉你，
是，我是和一个男人去看妇产科，我是需要常年检查，去拿药啊。不相信你自己看，是一些维他命啊，看清楚一点，要不要拿放大镜给你看啊？就算我去堕胎，关你们什么事？身体是我的，你们管不了啊。天祥他是个老实人，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人家，你就直接跟他说好了，你不要伤害人家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喜欢高天祥？是他一直缠着我啊，他又跟你说了些什么？喂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对呀，你们在吵什么啊？这不关你们的事啊，你们走开。三姐不要这个样子了。天祥没有说什么，是我自己看不过眼。他的人这么老实，你为什么不好好珍惜？整天去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在一起？乱七八糟的人，是我坐过牢，难道坐牢的人就不能追求他渴望的生活吗？你生过女儿，你也有资格去找方医生这么好条件的男人，我就没有，我就要跟那个高天祥在一起。三姐，大姐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不是这个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我今天会有这个下场，你们也要负点责任的。你在说什么？没有今天是你自己的错。你不要说的好像全世界都在欠你啊！欠我最多的是你。摸摸自己的良心，你有没有帮过我？有没有安慰我？没有。你只为自己着想，一个人跑到韩国去深造，留我在牢里受苦。我去韩国之前，我去监牢看你，你都不肯见我。等我坐牢才来看我有什么用？看我伤心难过。我不想见你，因为你自以为是。你以为你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？如果你真的关心我，为什么不要在紧要关头阻止杨洋来抓我？你搞到那么大事情，你能逃到哪里去？我们是不想你再执迷不悟，我们希望你改过。算了，说来说去，你不想看到我好。是你逼我走上绝路的！你说什么？要不是这个大义灭亲的弟弟，一个自私的姐姐，我会有今天吗？长长的路，长长地走着，走了多久，已不记得。路过的人是什么角色？想了很久，我已经累了，最初最近的执着呢？不是说好了，说好的，怎么转了个身还是变